又想跟踢了一看，美国2米巨人拳王嘲笑中国人太瘦小，中国大力士冲上擂台，3秒连轰9拳，将其当场打断脖颈，彻底看呆武僧一龙。好，各位新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超级大战，没有错，中国大力士大战美国的2米巨人拳王。好，我们看这个家伙，右边的这个家伙长得的确很高啊。赛前这个家伙对着媒体镜头更是当众大放厥词，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中国人为何都像瘦狗一样矮小。这么说吧，就算他们跳起来也只能打到我的膝盖，而我只需要一低头就可以打爆他们的狗头。面对他嚣张的态度，中国大力士李龙霸气出山。好，我们的李龙才23岁啊，小伙子非常年轻。而对方的卢卡斯啊，眼前的这个美国特种兵巨人拳王呢，他已经是33岁，身经百战，有着极强的一个实战经验啊，所以说本场比赛我们的李龙呢还是要小心。好，我们看一下比赛已经开始，我们仔细看红方选手，红色裤衩中方选手李龙，蓝方选手蓝色裤衩便是美国巨人拳王卢卡斯。我们看双方，哦呦，一上来就扭打到了一块儿，看来今天李龙的这个火药味啊还是非常浓的。好，这场比赛凑成的因素，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原本这个卢卡斯呢，原本是来中国挑战张志磊，我们的磊哥，但是张志磊呢是筹备着和乔伊斯打2分战啊，所以说没工夫搭理他，所以说这个卢卡斯就和武僧一龙打了一场，没有想到这个卢卡斯的重拳险些把武僧一龙给打死。所以说情急之下，我们的中国大力士李龙也是霸气出战。那么这场比赛也是为了给一龙报仇，那同时也是维护住我们中国拳坛的荣誉。我看一下双方又一次打内围。那么比赛开始，李龙的这个战术还是非常的明显啊，尽可能的是打中近距离，漂亮，又来了。因为对方的臂展很长啊，所以说打远距离呢我们是要吃亏的。那么当时对方的卢卡斯是把武僧一龙的这个额头啊，打出了一个6公分的口子，没有办法，那武僧一龙只能是选择了弃赛投降。才一开始那个上勾拳的力量也是很足的。哎，李龙的出了低扫，你看他打完了拳以后，马上有一个膝撞在上面。你要他的头部的腰闪是吧？这个卢卡斯是灵活。哎，这个后手拳很危险啊！好在这个李龙是特别要做自己的头部的防守。又是一个原地飞膝。是的，原地飞膝被李龙还是看出来了。双手报价放得很稳。好，我们看比赛第一回合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这个卢卡斯的确在身高和臂展上啊，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后半段我们看李龙也是放慢了进攻节奏啊，不着急。因为这个比赛的话是有3个回合的啊。那么一般来讲，拳击赛第一回合都是双方试探的一个阶段。好，漂亮，又来了，再度杀到内围。以小博大的比赛啊，尤其是这种重磅级别的，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双方选手都有可能会一拳啊KO 对手，这个拳击技术的体现啊。李龙的正蹬，你看这个后手打中，这应该是个后手摆或者后手。好在这个李龙抗架能挺强的，对，顶住了。对方也是还以了一个低扫，又想一个原地飞膝，李龙也是还以颜色。来一个孤掌止膝。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打得非常的精彩。那么在第一回合，我们的李龙呢也是不断的逼近对方内围，让对方的卢卡斯啊发挥不出自己臂展上的优势和身高上的优势。对方在不仅在中国这么狂，据说他在别的国家也很嚣张啊。只要到了哪个国家就瞧不起当地的人。但是据我所知啊，他好像最瞧不起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因为他击败了武僧一龙，因为在这个美国流传啊，说武僧一龙是中国最强的人啊，因为他是少林武僧。好，那既然一龙不行，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李龙今天到底行不行。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因为对卢卡斯来说，因为被2次读秒，他要挽回来呀，必须得要在第3回 KO 李龙啊。对，卢卡斯现在感觉体能还是游刃有余啊。哎，迎击，上勾拳打进来了，李龙现在把对方逼到。因为在这个西撞的这个技术环节当中，这个卢卡斯有优势。李龙的话，他不用其实出不用西的话，不用跟对方拼西法，对他的西法没有意义。动手直拳，对方西法明显要强过李龙，但是李龙的拳法也比对方更好一些，他的杀伤力更强。杀伤力强。是的，对方这个前手拳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抗击挡能力还是不错的。对，李龙熬过这一回合，他还是有很大的赢面啊，只能这么说。因为第2回合他消耗了太多的体能了。现在李龙要把手拿起来，放好头。对，他报价放低，就证明他体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又来一下飞膝。他这方面他一飞膝，你只要一防，这个反击就有机会。所以这种大级别比赛可能就是一拳，整场被动，我就一拳就能解决问题啊，只要打到了。你像他那个飞机，你一看到他一起，我一摁下去，接着一个后拳就打出来了。李龙在第3回合出拳的频次更低了。好，我们看一下比赛第2回合，双方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啊。那么李龙今天的状态的确不错，虽然说小伙子实战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啊，但是这个打起拳来，他的气势啊，绝对是不输对方的啊。好，我们看这个时候，李龙还是在寻求一些个能够 KO 对方的机会。好，连续扫踢，扫踢是很难防的，但是李龙的这个扫踢呢，看起来并不是很厉害，他还是拳法比较重的选手。好，李龙连续推进，把对方逼到龙边。好，小心对方飞机，哦呦，抓的就是你这个机会。我们看，卢卡斯已经是摇摇晃晃，李龙刚刚这一拳是打飞了对方，裁判也是毫不吝啬的送给了对方一次读秒。那么刚刚这一拳也是打出了水雾，我们看，汗水横飞，所以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对，这样给李龙就机会了，给机会了啊！但是不要急，不要急。对，对方的前手刺拳的穿透性还是在的。哇，后手大轮摆，过来了，连续进攻，裁判终止比赛了。哇吼！观众朋友们，一波连续的重击，裁判终止了对局。没有错，2次读秒让对方彻底是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 KO 回放，我们的李龙，哇哦，连续的重击打的这个特种兵拳王啊，脑袋像一个拨浪鼓一样啊，看得非常的解气。好，让我们再次恭喜，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这是什么情况？张志磊竟然被击倒了，还险些被现场裁判当场判负。这在张志磊的职业生涯当中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存在。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张志磊更是直言表态，这是他有史以来遇到过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战。好，我们来看一下眼前这名选手，便是今天的美方代表。我们看这个家伙，黑得发亮啊，这个脑门啊都黑得发亮了，像个灯泡一样。不过此人的来头呢，的确是不简单。据说呢，他是拳王泰森的亲传大弟子啊，得意门生胡安·古德。好，那最近这个胡安·古德呢，的确是风头正旺啊，有着一个6连胜的战绩。那为了这个冲击7连胜，这个家伙表示说呀，我得挑个软柿子捏。包括他的团队啊，也告诉他，你也挑个软的啊，挑一个最好打的，100%能赢的。好，那观众朋友们，您猜他挑了谁？没有错，他挑了我们眼前的中国巨人张志磊。好，中国巨兽张志磊，1983年出生于我们中国河南省的周口市，而且在2008年时，张志磊呢还拿到过一块奥林匹克，也就是奥运会的银牌。当时因为一些小插曲导致呢这个错失金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张志磊呢虽然说当年错失了金牌，而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虽然说现在我们看张志磊已经是世界冠军了，但是他一路以来的艰辛历程啊，那是相当之难。在一个被黑人和白人统治了数百年的重磅级别拳坛呢，他单枪匹马的杀到了世界之巅，真的是很厉害啊，不得不敬佩他。好，观众朋友们，闲话少说，我们看一下，哇哦，双方不比还好，哈哈，这一比的话，对方的确是从一个5大3粗的壮汉，站在张志磊的面前，好像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好像是个小学生。
好，没有错，比赛开始，让我们看一下黑方选手红色战袍，中方选手张志磊，红方选手黑色裤衩啊，来自于美国的选手胡安·古德。双方的这个身高差距上的确是很大啊，而体重上差不多都是125公斤，所以说对方看起来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敦实啊。好漂亮，前后手的组合。张志磊并不是很擅长打这个组合连击啊，他更比较擅长打这种高质量的单击。对方的这个战术啊很明显，那么贴过来和张志磊打内围上的一些个碰撞，那很显然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怂的打法。而赛前这个家伙表示说啊，这个捏死张志磊就跟捏死一个柿子一样简单啊。好，你看又来了。张志磊的这个步伐还是非常的细腻啊。实际上现在的重磅级别选手呢，不像当年了啊，很多是非常笨的。现在的重磅级别选手啊，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步伐。可能是没有当年打的那么凶狠，但是技术层面上来讲呢是有所提升了。裁判给到了对方一次警告，那让对方呢是不要过多的进行这个搂抱啊，又来了，又想搂。这个家伙是怎么拿到6连胜的啊？我们现在有点怀疑对方是不是花钱打假赛了。好漂亮！张志磊连续的左手平勾啊，这个拳还是很重的啊。张志磊是个左撇子啊，所以说我们仔细观察他的左手拳更重。好，最后30秒钟的时间，难得能看到张志磊打得这么灵活啊。我们看他的出拳频率以及他的摇闪的频率都很高。因为这场比赛张志磊不需要担心体能上的问题，因为他不再是什么8回合或者说12回合，而是一场4回合的对局。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我们的磊哥呢可谓是火力全开。那以往看张志磊的比赛呢是循序渐进的慢慢去打，而今天的话这是有所不同了啊。能看得出来张志磊的确被激怒了，因为被对方的这个黑人选手当成了2流选手啊，还被当成了软柿子，那张志磊的确很生气了。但是到头来我们看第一回合对方是丝毫没有讨到甜头，而且被打得也是很惨。那么之前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说张志磊是不是天生就是个秃子？好，观众朋友们，那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啊！可以看到张志磊的这个毛发还是非常浓密的啊，只不过后期呢为了打拳方便也是为了更好的散热啊，所以说把这个头发都给剃掉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精彩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那对方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会采取这个贴身哦，这个家伙甚至想抓我们啊，要小心，这是一场拳击赛啊，并不是综合格斗比赛，这里是没有摔跤的。好漂亮，前手的点刺，连续直拳哦，打得很准，连续的锤击。那么刚刚长达5秒钟的一个进攻啊，对方是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击。那么这个双方在战力水平上的差距啊，还是很明显。好，又来了。好漂亮，张志磊的前后手组合，这个拳打起来是很快啊，而且我们仔细听能听到现场张志磊这个拳击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清脆。
那么目前来看，对方可以说完全不是张志磊对手啊。我觉得本场比赛哦漂亮，又是连续的组合连击，很难招架得住啊。好，比赛的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对方依旧是没有拿出一个比较有效的战术。张志磊的话是一次又一次的用自己的前后手点刺对方啊，漂亮！再来，哇哦，就光是这个点刺啊，对方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虽然说这里的拳呢的确是非常的重，但是对方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也的确是非常强。我们看，已经吃了很多拳了，但是打不倒，而且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这个读秒啊，或者说击倒。还有最后30秒钟的一个时间。现场的裁判多次的阻拦，也没有给到对方太多的一个好的休息的机会。哇哦，这个声音啊，听起来非常的悦耳啊，很清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已经结束。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说第1回合对方挺惨，那么第2回合就是相当之惨了啊！被张志磊呢是全方位3分钟的吊打，对方的出拳次数跟反击次数呢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几乎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那并不是他不想，而是说面对张志磊这个强大的压迫力以及超长的臂展，他是没有反击的空间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ability to accelerate a little bit, and most of all, we've talked about this at length. He's very relaxed there. That'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for most big men to be. 对方还是在不断的偷拳啊，那么来到近身之后呢，不断的用击斧和一些个小手段啊、小伎俩来蹭点数分数。那么这个的确啊，是张志磊是不屑于去这么打的。包括我们看，在双方在打到内围之后呢，张志磊几乎是不打对手啊，尽可能先推开对方。但别说啊，对方的这个背影看起来真是有一点泰森的这个意思啊，有点这个身影。但是作为泰森的门徒啊，对方是的确啊学到的东西啊并不是很多。这一回合张志磊的话，进攻节奏上是放慢了一些，尽可能是抓一些个好的时机。因为在前2回合呢，的确是打的相对来说啊，太凶了。而且我们看张志磊这个时候的大喘气的状态已经出现了啊。Third round scheduled for heavyweights. I'd like to see some body work from either of these guys, but particularly the heavyweight project, as well as uppercuts. Like when Good is inside like that, I mean, you're kind of trying to throw a half-hearted breast uppercut. All we've seen from the Chinese heavyweight is that strong left. Well, Doug, that's one of the issues about being a two-time. 好，最后1分钟的时间。双方这一回合呢打的还是不温不火啊，并没有像前2回合那么凶。实际上重磅级别选手的对局呢，这个出拳次数啊都不是特别多，只是本场比赛张志磊在第2回合啊，尤其是第2回合这个进攻上啊，出拳次数太多了。那么现在的这个状态才是正常的这个重磅级拳坛的较量。
那么，即便本场比赛裁判对对方的这个黑人选手进行了多次警告，但对方仍然是不为所动啊。你看，抓住每一次能够搂抱张志磊的机会。本场比赛双方也是缠缠绵绵啊，打的是你侬我侬。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3回合的苦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在第3回合，张志磊呢是放慢了节奏，那感觉应该是要为第4回合做一个铺垫了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大概率在第4回合，张志磊有可能要 KO 对手了。那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回合了，千万不要错过。哦呦，什么情况？张志磊。那么比赛开始第4回合，张志磊竟然被对手打倒了一次，要小心。这是重磅级别的较量，所以说双方呢都是有重拳。让张志磊看起来的话问题不大，要稳住。本场比赛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而对方的黑人选手通过击倒张志磊之后呢，对方发现了有机会有希望。所以说我们看现在这个家伙也开始了主动的进攻。那这个阶段的话，双方的体能呢都是下滑的很明显了。而且通过一次击倒，张志磊这边也是有所防备啊，所以说对方想再次击倒张志磊几乎是不可能了。而且张志磊也很聪明，也是主动像对方一样加强了这个搂抱。前3回合的话，张志磊呢都是分数上遥遥领先，所以这一回合呢随便打，即便是打得不好也无所谓。好，最后30秒钟的时间，双方对方已经是累得不行了。那么双方在最后一回合，你看这个搂抱的时间非常之多，好漂亮！张志磊左手的重击，好漂亮！再一次。实际上这一回合双方如果说没有那一次击倒的话，张志磊的分数还是要更高因为对方虽然说出拳了，但是打得非常的烂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终于结束真的是有惊无险。虽然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发生点小意外张志磊在第4回合呢开局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在本场比赛的前3回合呢，张志磊的优势那是相当的明显了。好，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锋选手张志磊获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给力。好，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哎呦，效果！注意看，比死神方便还猛的中国散打王横空出世，3拳2腿 KO 2位世界搏击冠军，彻底看呆武僧一龙。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眼前正在出场的这一名选手呢，就是号称比死神方便还要猛的中国山东散打名将曹鲁健。10场战绩50胜6负，其中包括26次 KO， 并且曾经连续获得过8届山东省的散打锦标赛冠军。那么他的这个战绩的确是非常辉煌了可以说任何老外和他交手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好，这场比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曹鲁健今天的对手，来中国踢馆的便是英国的自由搏击冠军3冠王奥格勒斯。好，没有错，他也是不远万里从英国呢跑到中国前来踢馆。那么在英国他已经是难寻敌手了，所以说也希望遇到过更强大的敌人。哇，我们看这个家伙比赛没开始的很兴奋先给自己来上2拳。那这个行为的话很少见了观众朋友们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小子狂犬病发作了。来自中国的曹鲁健，南方选手是英国的奥格勒斯。比赛现在开始。好，我们仔细看，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白色战袍中国小将曹鲁健，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他就是英国3冠王奥格勒斯。
好，双方一上来的话也是进行腿法上的一个交流。两个人这个腿法都不错啊，都很厉害。那么赛前这个奥格勒斯也说了，今天就是想来会一会中国散打王的腿法怎么样。打方便没机会了，因为方便已经退役了，那就试一试这个曹鲁健怎么样。看来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非常的自信。这个英国人啊都挺狂的，其实。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那时候身高也只有1.85米左右的，力量没有这么大。那时候打75，现在改成打80。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在之前的疯马奥格勒斯的比赛当中呢，疯马的身，这个击斧有效果了，再来。本场比赛还开局不到1分钟啊，我们看这个奥格勒斯已经是半跪到了地上，没有错，这拳应该是有爆杆。我们看裁判也是毫不犹豫啊，送给了对方一个好礼物，那就是读秒。看曹鲁健能否扩大战果，连续的打了屁股拳，连续攻击肋部。现在这个成了对方的软肋，对，这成软肋了啊！就是软肋，这真是软肋，连续攻击同一个地方。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这个地方，但是很难。他说这个拔腿动作啊，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猛了。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过人。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鲁健这样聪明的，对，加强要腿法的进攻，要上头，因为你身高1.88米，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头动作。这场比赛曹鲁健可以说在身形方面还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尽了优势。这个开局很好，这毕竟是曹鲁健第一次来昆仑决大比赛。对，我特别喜欢。我看这个上勾拳，对，同样有风险的，因为80公斤有力量的，打出一拳就可能输掉。刚才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奥格勒斯一个上勾拳打中了曹鲁健。奥格勒斯的内围战呢还是非常的独到，但是呢，曹鲁健大开大合，并不给奥格勒斯机会。这很浪费体能的呀，曹鲁健。这个你看，右手上勾拳，你看没有？又打一个上勾拳。这倒计时还有10秒，对，双方能否有？咱也非常漂亮，有点可惜了。这样。好，观众朋友们，比赛马上要来到第2回合了啊！对方的奥格勒斯打得非常难受啊，因为他平日里呀引以为傲的身高和臂展，今天在曹鲁健这1.88米的大高个面前啊，全都不复存在了。在第1回合，曹鲁健是拿到了绝对性的一个优势，而且还有一次成功的读秒。所以说，接下来只要我们稳住的话，本场比赛肯定会获得胜利了。而且这腿法这进攻对了，看没有？对了，连续3拳。哎呀，这个曹鲁健进攻很全面。然后你再出拳就对了，对，这样就有机会。再是马上直接后腿打了，后腿直接跟上了，打直拳，不要这种摆拳了。曹鲁健还真的有实力，对，腿也很重。是的，这个时候奥格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好，我们看比赛的第2回合，曹鲁健连续的砍腿，让这个奥格勒斯啊，的确是有点痛不欲生的感觉了。而且曹鲁健连续的砍腿呢，这个效果呀也是非常的明显。好，连续砍腿，哎呦，这个腿法劲儿太大了。我们看奥格勒斯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站起来？看情况应该是够呛了。看一下能不能站起来，走2步啊，走2步，看一看你还行不行了。不行了，观众朋友们，裁判终止了对局。赶紧啊，担架有担架上担架，有轮椅上轮椅，给这哥们儿给他推回英国去吧啊，非常的精彩。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曹鲁健在比赛第2回合的这个对手。那么相较于上一回合来讲呢，这个家伙啊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拳坛老将，35岁的啊丹尼尔。上一场比赛，英国选手特意来找曹鲁健来拼腿，而这场比赛对方则是来找曹鲁健来拼拳。好，来看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这个是个老将了啊，比曹鲁健也是大了好多岁。好，仔细看，红方选手红色裤衩，中方选手代表中国红，曹鲁健。那么蓝方选手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冷静的心态。比赛呢，不到最后1秒钟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是。好漂亮！哦呦，前后手的轮摆力道很足，对方明显是有点发慌了。
曹鲁健的身高啊，的确是很恐怖啊，1.88米的一个身高，无论是打哪个老外啊，都是很有优势。我们看对方的新西兰选手丹尼尔在他的面前依然是少了半头。说不好听点是爸爸打儿子啊，说好听点是大人打小孩。虽然对方啊，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他在比赛中确实打的还是步步为营啊，稳扎稳打。没有错。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包括交叉拳法，对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优秀。我觉得王者之战这一场上来，双方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去试探对手。一个是呢直奔主题，再一个呢他们还是就是注重实效的打法，就是避实就虚，避动就轻。正所谓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们注重的是个有效的击打，有效率更高，就志在必得。没错，我觉得双方呢内部定的这个目标就是 KO 拿下 KO 对手。打挺。看看双方这场的表现，曹鲁健在我们的5战第1场也曾经参加，获得了胜利。好，距离比赛第1回合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曹鲁健连续的进攻啊，把对方逼在角落。这个时候，这个丹尼尔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搂抱来限制一下曹鲁健的进攻。可以说本场比赛我在对方的身上是丝毫没有看到任何一丝的挑战者的这个气势，观众朋友们，我感觉打得非常的油滑啊，感觉他好像是擂台狩猎者啊，并不是来踢馆的。好，你看又一次的搂抱，这种无用的带摔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我们规则范围之内，这并不加分。就是提前的这个预备是比较明显。我们经常讲的这拳击中有个术语叫打电话，就是你拉开架子就给你一个对方给一个提示，就是我要做动作，我要打你了，所以我们叫打电话嘛，一个是动作很形象，再一个呢，这个寓意也非常清晰，就是通知你。已经两个有意莫待行，待行必不赢。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要小心！我们看曹鲁健在倒地的瞬间啊，对方也是站在我们的面前，这盯着我们啊，这是一种好，你看他还想把曹鲁健甩飞在地上，但是很明显啊，对方是有点搬不太动了。真是斗智斗勇，这个迎击打非常好，好的，有机会，注意效果。刚刚曹鲁健的这一拳，我只能用漂亮2个字来形容啊，也可以说是完美。好，那么接下来还有2分钟的时间，对于这个丹尼尔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一个阶段了啊。那么他想要耗费时间也很难。好，你看。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啊，想要耗一下时间。这个丹尼尔表示说我不疼啊，说我自己没事儿。那观众朋友们啊，这疼不疼啊？打在谁身上谁知道？哈哈，你不说，难道就代表你不疼了吗？因为刚才这个有效击打呀，它是连续重击，所以呢，本场的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曹鲁健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看得到的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动，所以现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节奏变化。对方现在非常聪明，马上跟你缠斗。这个时候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呢，打游斗、打游击战，拉开，对，拉开距离，拉开这个角度。就像您说的，还是不能轻视对手。在这个技战术方面呢，要恰当的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掌握战术变化。好，那么现场的观众。也非常应该说呢，这个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非常的精彩。那最终这场比赛最终在第2回合，曹鲁健也是用自己彪悍的重拳 KO 了这个来自于新西兰的擂台挑战者。对方信心满满，作为一个拳坛老将，想要和我们来这个会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有点不自量力了啊！那也恭喜曹鲁健获得比赛的胜利。身高1.88米的这个壮汉啊，不愧是山东好汉。都说山东的大葱啊，长得都比人高啊！以前我不信，现在我真信了。好，再次恭喜曹鲁健。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我一直对少林功夫给我来劲，又一次。泰国百胜拳王提800万来少林寺踢馆，扬言少林寺若是能守住，全部捐给老方丈，绝不反悔。他是真正的少林弟子，自幼学习少林功夫，实力超群，号称少林醉罗汉。曾苦练10年醉拳，打遍天下无敌手，和武僧一龙、一尘、一豹并称4大金刚。这一次听说有泰国拳王来少林寺踢馆，他首当其冲，霸气迎战。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我们嵩山少林寺真正的武僧一虎霸气出山，迎战泰国的百胜拳王提球。好，这个名字叫提球啊，我看干脆叫踢球算了。好，比赛将开始，这很明显了红方选手光头的便是武僧一虎，他是我们少林寺真正的武僧人送外号醉罗汉。据说他曾经苦练了长达10年的醉拳，打遍天下无敌手。本场比赛他是作为狩猎者迎战泰国的百胜拳王提球。好，观众朋友们，这次听说有泰国拳王来踢馆，据说武僧一龙据说已经吓尿了，根本不敢出战，连现场的比赛都没敢来看。观众朋友们，真把武僧一龙吓成了一虫。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双方的身高上来讲的话，我们的一虎还是有优势这场比赛要小心，对方的话是一个百胜泰拳王，而且他的抗击打能力堪称变态，据说比这个波球比这个罗唐还要厉害。好漂亮，哦呦，这么重一拳打完之后对方是丝毫没有晃动。但当然，武僧一虎的抗击打能力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加持也很硬。好，这场比赛对方的泰国百胜拳王带着800万现金来少林寺踢馆，扬言非要比一比少林功夫和泰拳哪个更硬更是狂言说如果打输了800万全部捐给少林寺，捐给老方丈。好，这场比赛来看一下究竟是哪个更硬。不知道现在的武僧一龙是否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看直播呢？偷学一下这个一虎的这个功夫。好，我们看对方的这个提球打法还是非常的放松，而且甚至有一点这个装的意思双手放得很低，这是对自己的抗击打能力呢非常的自信。很漂亮，2个摆拳这2个摆拳打得非常重我先说也是。给对方一虎试一下没事再来对方的这个提球呢还是非常老一辈泰拳选手的这个风格，以抗击打能力著称。实际上他的拳法并不是很好就是扛揍。一虎一定要防着对方的膝法泰国选手膝法是非常重的。好漂亮，连续的大摆拳。但是对方的确很抗打呀，这个重击打到头上没有打晕。好，我们看比赛来到第2回合，双方选手的话，这个比赛还是非常的激烈。第1回合相对来讲呢，只是一个简单的试探我们的武僧一虎打比赛讲究是点到为止从来不会下狠手，而对方却是自告奋勇说这个，要不然咱俩签下生死状吧我怕我不小心打死你。对方的确是很猖獗，并不近身，也就说明呢，一虎对膝法还是比较，因为他体重，他的肌肉量比较大。好，我们看，哦呦，这个是少林寺的金刚拳打得非常的给力，大开大合，气势磅礴。我觉得一定要再稳一点，再打准一点我们看对方感觉是很放松但实际上他在极力的克制自己，让自己呢显得并不是那么紧张，但实际上现在他已经很慌了又一个摆拳，漂亮，一个中了打晃了。一虎看来把握时机的能力还是不够强。好，一虎还在找机会，一虎始终是想用自己的这个少林金刚拳打开局面，但是对方始终把这个距离呢把控的非常的远。也没有给到一虎呢太多的一个机会配合的距离还是很大的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们少林功夫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啊，就是在让我这里，在之前我一直对少林功夫可能有一些 KO 了 KO 读秒了，对，好打 KO， 还是很晃啊！这个吃到一虎这个重拳之后，对方明显是有点站不太稳。那刚刚这一拳的确是有点意外，送给对方一些读秒，但是对方还是没有投降，毕竟是800万啊！如果打输了就要捐给少林寺，所以说呢，还是有点舍不得。哇，摆拳200拳，4个，又送5个，啊，漂亮6个，又一次，好，又一次。观众朋友们，看对方已经站不太稳了，但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0秒钟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看对方是否还要继续。哎，他点头了，表示还能打。哦呦，这个的确是很硬啊。好，看一下最后的10秒钟，武僧一虎能否抓住这个时机？继续连续的摆拳。哦呦，这一下应该是不行了，对方整个人躺在了地上，就算他能够站起来，但是3次击倒，那算是为一场 KO。好，让我们恭喜武僧一虎霸气卫冕。好，但是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这场对局呢更为精彩，也是武僧一虎的一场经典大战。同时，他这一次也是代表少林寺。我们看他穿的衣服啊，包括他穿的这个裤子，都是我们传统武术啊少林的一些装扮。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红方选手就是武僧一虎，蓝方选手是来中国踢馆的，叫奥斯卡。观众朋友们，对方的名字叫做奥斯卡呀。好，我们看对方连续的摆拳。好，这场比赛很难得，双方一上来打得非常的凶。那这个场面如果让武僧一龙看到了，观众朋友们，搞不好又可能当场吓尿了。好，之所以这么的激烈啊，因为这场比赛的话，对方仍然是来少林寺踢馆。那么赛前对方的奥斯卡是拿着一个东亚病夫4个大字的牌匾来到了少林寺啊，说如果他打赢了，少林寺必须把牌匾换成东亚病夫；如果他打输了啊，他愿意剃发为僧，来少林寺当和尚。想的倒挺美，你想当和尚啊，你也不看看我们要不要你。好，我们注意看，双方还是打得很凶，尤其是在拳法上。双方在拳法上这种激烈的互拼呢，实际上对于体能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看谁的体能啊先用完。但是一虎这边啊，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他本身呢有内功，同时他作为一个醉罗汉啊，他的这个醉拳啊很厉害。不好，漂亮！好，我们看武僧一虎开始了自己的反击，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热身完毕了啊。好漂亮，这拳打得还是很重啊。上一场比赛我们就可以看出啊，打泰国选手我们都能 KO 他，那么打这个手瘦马杆儿，打这么一个奥斯卡影帝啊，我们应该是没问题。好漂亮，砍腿有效果了，对方明显是有点晃，没有错，继续砍，这个时候就要打蛇打7寸。不要左脚。
压到两边呀，别跟着往后面跑，压到。哦呦，什么情况？观众朋友们，这个是击腹拳啊，左手的一个击腹。我们看武僧一虎已经兴奋的来了一个后空翻，这一拳应该是爆肝了啊，因为打得非常的重啊，明显的看到对方是一脸痛苦的跪到了地上。但是我们看对方仍然是还没有认输，还要继续打。对方的这个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可以啊。好，我们看一虎。一虎的这个摆拳啊，的确是抡得非常的凶，这是个机会。哦呦，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少林武僧一虎。您觉得武僧一虎和一龙谁更强呢？请打在评论区。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比赛结束。注意看，中国擂台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命案。日本拳王扬言要打死中国选手，不料反被新疆小伙一拳打到重度昏迷。赛后抢救人员表示，根本救不活，就算救活了，也顶多算是个植物人。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呢，正在我们中国啊，而且这个赛事方的举办目的呢，好像说是什么纪念中日友好50周年，哈哈。但是实际上准备参赛的中方选手呢，早已经是摩拳擦掌，等待日本选手来送死啊！甚至啊，我们赛事方有的这个把急救车呀、担架以及棺材啊，都准备的一应俱全，非常的全面。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做金子健啊，来自于韩国的一个选手。他每天4点钟起床，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就是为了高强度锻炼啊。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表示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亲自来到中国，打死一个中国人。好，没有错，他真的是很猖獗，但是总感觉他的名字不像一个日本人啊，感觉好像个韩国人。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他穿了一个非常神秘的战袍啊，代表我们中国红，他就是来自于中国新疆的选手乌兰托勒哈兹。好，观众朋友们，据说这一次举办的赛事方啊，我们中方的代表人物已经是暗地里开会了啊，和这些个中国选手开会说呢，谁要是能够把日本选手打废啊、打残，或者说打去西天啊，奖金300万，没有错啊，打得越狠，奖金越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数据面板，双方在身高和臂展上几乎是差不多，年龄上是差了6岁，战绩上也差不多啊，对方的话是略好一点，但没有关系啊，中国选手一旦碰到了日本人，那这个状态和这个感觉啊和实力啊都会大幅的增长，具体为啥我也不清楚。那也许抗日这个设置啊，是我每一个中国人的出场设置。好，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我们仔细看。穿着白色战袍、黄色拳套的选手呢，便是中方选手乌兰。那么蓝色拳套的小杂毛啊，黄色裤衩，他就是金子健。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越听越不顺耳啊。金子还能健，哈哈，不太好听啊，不太吉利。哎呦，这个乌兰的拳很快啊，感觉对方的日本选手都没有反应过来。赛前日本选手非常的兴奋啊，他表示说呢，自己最大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甚至还准备好了庆功宴。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还是希望我们的乌兰啊能够拿到300万的奖金啊，哈哈，希望他呢能够打废这个小日本。乌兰摇晃出击。他们之间已经打过一场比赛了，对于对手的特点都比较了解，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等的，直接上来就，前手摆拳非常好。在我们中国国内新疆这一块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拳击手，啊，乌兰便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很年轻，才25岁。这场比赛我们看他比赛开始身体上的调动啊，这个反应速度还是很快。日本选手确实比较凶悍。好漂亮！你看对方啊，呵呵，这个小胳膊小腿儿抓不住我们，他的胳膊太短了。
数据上跟两人看只差了1公分，但是比赛开始之后啊，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感觉对方哪儿都短啊，反正能看得见的都很短啊，看不见的估计也不长啊。好，乌兰的防守相当好。刚刚乌兰的这个防守做的不错，连续顶住了对方的这个进攻。实际上我们肉眼也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小日本子他的拳法力道很弱啊，这个拳头软绵绵的，要速度没速度，要力量没力量。拳迷朋友们可关注微信搜索并关注盖世拳王，收看更多精彩拳赛直播。还有比赛还有最后10秒，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啊！两个人也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试探啊，还是比较的好看。中日大战那肯定是不能错过了。好，那么双方在第一回合也是打得难分难解，但是当然啊，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试探，接下来的比赛第2回合才是真正抗日大战的开始啊！因为这个我们的乌兰对对方的日本选手的打法跟风格啊也了解的差不多了啊。一般来讲，拳击赛事当中啊，第一回合都是热身赛啊，也是双方选手啊熟悉场地、熟悉对手的这么一个回合。好，看一下我们的乌兰在第2回合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么裁判啊，他的教练告诉他呢，你应该反击了啊，你应该主动去进攻，多打摆拳和勾拳。第2回合开始。好，首先乌兰发动进攻，左直拳点刺。好的，日本拳手也展开了进攻，两个都在中近距离。好，好，乌兰的这个一组打得非常出色。双方你来我往，大家互不甘示弱。哎，这下日本拳手打了后脑，这是规则不允许的。好，好，这个比较清晰有效的直拳。好，比赛的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那这一回合的话，我们看小日本子他的进攻上啊，这个金子健打得非常的凶啊，但是乌兰的防守啊，还是我们说的做得很不错啊。哎，打晃了。有效果，连续的重击勾拳，哎呦，前手后手的平勾，结束了。我们看日本选手金子健这个时候躺到了地上不动弹了，一动不动，赶紧去宠物医院请医生来啊！这个动物的生命也是条命啊，该救得救。而且这是我们中国擂台，我们毕竟啊还是不想要发生这种命案。好，非常精彩，我的天哪，打得太快了。看来今天乌兰这300万的奖金啊，应该是要拿到手了。可以看到都很兴奋，但是乌兰的话面无表情，甚至不想这样去看一眼。那么赛前日本选手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呢，就是要打废一个中国选手啊。但是今天他和乌兰的这场对局，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他人生当中啊最后一场比赛了啊，真不好说。因为你刚才真的是一动不动了。好，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担架，好像是裹尸袋啊，包尸布。好，再次恭喜乌兰，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啊。好了，咱们下期视频，观众朋友们不见不散。
2米高的英国巨人拳王被中国大力士全场暴打，连续4次击倒在地，险些被当场打死。这个黑人选手非常的嚣张，在赛前的发布会现场，竟然对着媒体镜头比划出抹杀的动作。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他，更是凭借着强壮的肌肉和极具破坏性的低扫，横扫了整个欧洲拳坛，所以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赛前更是对着媒体镜头嚣张狂言。中国人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帮矮小的侏儒。这么说吧，我一根小拇指都能秒杀中国人。嚣张的态度彻底点燃了中方选手的怒火。来自于中国的天山巨炮阿斯哈提首当其冲，向他发起了挑战。他是中国重磅级拳坛的大哥，连张志磊都对他的重拳赞不绝口。18战绩28场比赛当中，有20场是 KO 对手，是当之无愧的 KO 男神。曾经在擂台上把韩国选手的脑袋打出鹅蛋大的血包，干趴在地，还把日本光头加诺南重拳打断手臂，看呆全场老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英大战。好，我们看首先登场的这个大老黑没有错啊，来自于英国的巨人拳王丹尼尔·萨姆，身高2.23米啊，这个身高的确是非常的恐怖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人送外号天山巨炮的阿斯哈提。好，那人送外号天山巨炮，为什么啊？因为他来自于新疆，而且他的重拳啊 KO 率相当之高了，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啊，有着80%以上的一个 KO 率。曾经更是一拳把日本选手加诺南的这个手臂啊一拳打断。可以说那场比赛把全场的老外都给看呆了啊！因为阿斯哈提，没有人想到他的拳会这么重啊，把一个拳男小钢炮打断了手臂。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了，对方的英国拳王在身高上的确是有优势啊，这个家伙长得很高。赛前对方的这个人高马大的英国选手呢也非常的猖獗啊，他表示说呢，这个自己是参天大树，我们中方选手在他的面前都是小侏儒。他跪下来都能吊打中国选手，哇！观众朋友们，他说他跪下来都能打我们啊！好，比赛开始了，对方的确长得非常的粗犷。好，我们仔细看一下，红方选手阿斯哈提，蓝方选手这个大老黑就是丹尼尔·萨姆。好，对方还好是萨姆啊，并不是什么萨达姆。那当然，他们都是挺恐怖的啊，都是恐怖分子。是的，而且肌肉类型看起来非常不错啊。哦，漂亮，很快前手刺拳。对，阿斯哈提这个拳击功底啊，从这一拳当中啊，你看，变化哟，哎呦，高扫对手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条件、身形决定了控制范围。你看，对，腿啊，控制距离啊，对，控制距离非常大。近些年这个这种超重量级的选手的这个他们的技术动作啊频率啊，就是我感觉是越来越协调越快。是的。这就是一些大级别运动员随着竞技技术的发展啊，对自己身体的调节以及某些训练的加强。是的。过去呢，我们看到大级别运动员更多只是力量，而现在一看，像王老师所讲，其实不仅是力量本身了，技术呀以及协调性都有。对，他们的训练体系更完善一些。对。我们看这个萨姆这个腿法的控制还是不错啊。是的，一直没有和阿斯哈提打中近距离，还是拿这个腿法在控制。你看，低扫。好，比赛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对方的这个萨姆啊，他的腿法很厉害，而且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他凭借着腿法呢是 KO 了非常多的选手，而且是横扫了欧洲拳坛啊。所以说本场比赛阿斯哈提千万要小心。要注意啊，因为是8人赛啊。如果晋级的话，还要再打下一轮。对，你的支撑腿要注意。哎呦，这个是一个读秒啊，不是读秒，是失去重心。阿斯哈提发力了。突然之间，阿斯哈提就开始发力啊。在去年的晋级赛里面，阿斯哈提是被去年的冠军伊拉基一个高扫啊，对，重击，非常意外啊，这高扫是。今年要注意啊。这丹尼尔·萨姆啊，还是要把距离控制住啊，你要轻易让阿斯哈提进去，他这个拳法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现在看这个萨姆打这拳啊，相对来说还是中远的拳，一进去之后，你看
进去之后他没有换拳的能力。这个丹尼尔·萨姆这个面部对拳的反应稍微有点过激啊。对，你看啊，对，爆头，没有换拳能力，你看，对，腿法控制不错，但一到中近的时候过于紧张了。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不愧是天山巨炮。那么阿斯哈提在第一回合用自己的重拳呢，把这个萨姆啊打的确实是很惨，对方也是被一拳打飞。但是很可惜啊，没有 KO 啊，也说明对方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的确也很强了。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那么阿斯哈提呢，实际上是一个慢节奏型的选手啊，他的出拳次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拳呢都很重啊，都是重达千斤。我相信拳王泰森啊都不敢说他的拳比阿斯哈提重。好，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精彩表现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支持中方选手，你也支持阿斯哈提啊，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好，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的表现。比较小心啊，对方的这个推法的进攻频率还是很频繁啊。双方就是一个拳法高手啊，对战一个腿法高手。我们可以看这个阿斯哈提几乎是能不出腿啊，尽量就不出了，把这个大部分的体能还是留到拳法上。漂亮，4拳打准进去。哎呦，这个丹尼尔·萨姆这样不对呀。对，怎么打拳的时候只能是，你看这样就危险了。对。你看，他只能打单个1个到2个的这种迎击或者反击动作，再多他就只顾爆头了。是，所以对于阿斯哈提来说，你要控制这个节奏，打进去以后怎么在他防守的时候把他这个防守打散掉。对，他就是所谓的这个你来我往。你看他没有这个你来拳法上没有你来我往的能力，他只有在第一下，不管是腿也好，还是1个拳到2个拳也好，只有那一下。对。打准，阿斯哈提，哎呦，这拳打透了。哎呦，观众朋友们，什么情况？我们看这个萨姆整个人已经有点蒙圈了，因为这个没有想到又被打倒一次。这个大级别的比赛啊，重磅级的比赛，看着的确是过瘾。好，我们看，漂亮，又是个迎击，阿斯哈提想要一鼓作气拿下对手，但是要小心，一定要提防对方啊，也有可能要反击。像大重量级别这种选手，他的这个重击能力呢是很强的啊，不一定非得说打到下巴上才能击倒。你像阿斯哈提啊，可以说是打到对方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会打翻对方。哎呦，这个打的就是头的侧部，对。而且其实刚刚这一拳并没有完全用自己拳锋最有杀伤力的位置打中啊，对，就能够，这就是大级别的魅力。 7 8。我看看啊，第2局里面已经2次了。然后这一拳，哎呦，现在直接结束了，结束了。好啊。好，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精彩。本场比赛仅用时2回合的时间啊，2回合不到的时间，阿斯哈提呢连续4次击倒对方，被裁判终止了对局。那比赛规则很简单，如果你在一个回合呢把对手击倒3次，那么这个比赛会直接判负。啊，本场比赛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而且阿斯哈提本场比赛不仅仅代表自己，也是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实力啊，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老黑狠狠的暴打了一通。然后恭喜阿斯哈提，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观众朋友们不见不散。裁定比赛结果，红方选手在第2回合2分09秒 TKO 获胜 ，and winner the red corner 1 by technical knockout。